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嘉诚。到了我这个年纪，看过太多人在财富的狂欢中迷失，又在随之而来的暴跌里彻夜难眠。此刻，我知道有很多人手里紧紧攥住黄金，看住盘面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心里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迷茫。你们在纠结这个点位到底是要勇敢抄底，还是赶紧割肉离场？这段视频，无论你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安静的书房里，哪怕只是开住后台当作背景音，我也请你务必把它从头到尾听完，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财富、对市场，甚至对这个世界运作规律的认知。过去这半年，市场上充斥住各种令人恐慌的声音，华尔街那些高高在上的投行开始集体调转枪头，金价从历史高位猛烈回撤，在很多散户眼里，这简直是黄金熊市无可挽回的开端。但是我必须用近100年的商海经验，非常平静但也非常残忍地告诉你，你把这个市场想得太简单了。这一切表象本质上根本不是熊市的开始，而是一场人类货币历史上更大变局的前置预警。所有人都教你要时刻盯住市场的风向，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更不会被虚妄的数字牵住鼻子走。真正决定黄金长期价值、决定未来财富格局的，是一群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财经新闻头条里，却在默默掌控住世界经济命脉的顶层玩家——各国央行。过去这3年，我一直保持住一个习惯，对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资料进行极其严密的跟踪。在这漫长而枯燥的追踪里，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趋势。无论国际金价是暴涨还是暴跌，无论华尔街的精英们是在卖力唱多还是拼命唱空，各国央行在背后购买黄金的动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哪怕1秒钟。这让我想起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在那些摧枯拉朽的灾难爆发前夕，海水总是在退潮前显得格外平静，而真正掌控巨量资本的巨头早就在暗中转移资产，修筑堤坝。现在的黄金市场深处，同样有一股极其强大的暗流正在涌动。在2023年那个动荡的年份，全球央行的年度购金量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直接冲到了1136吨的恐怖天量，创下自1950年有官方完整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到了2024年，数字依然稳稳维持在1000吨以上的绝对高位。而当时间推移到2025年，这个疯狂囤积实物的趋势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在暗中不断加速。这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抢购黄金的姿态，简直可以用凶悍来形容。更让人深思的是他们买入黄金的方式。我们普通人是怎么投资黄金的？要么去银行买纸黄金，要么买挂钩黄金价格的 ETF 基金。大家都觉得这样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操作方便。但是各国央行只买实物黄金，成吨成吨的买，买完之后立刻动用最高级别的安保，将这些沉甸甸的实物黄金直接运回自己国家的金库里，上了重重枷锁，严密地封存起来。这意味着这些黄金彻彻底底退出了市场的流通领域。为什么这些绝顶聪明的央行行长们放逐更高效的 ETF 不去买，非要选择一条最原始、最麻烦、成本也最高的实物储备之路？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实物黄金就是那深深扎进泥土里的根。我早年在资管机构做储备资产配置策略时，曾深度接触过一些中东和欧洲主权基金的核心人物。我记得那是一个维多利亚港下助暴雨的黄昏，我们坐在安静的茶室里，其中一位操盘手端起茶杯，语气平静地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对财富安全的所有认知。他说：李先生，普通投资者每天绞尽脑汁考虑的是这笔交易能不能赚钱，
而我们这些主权机构在做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到了最后，这些钱到底还属不属于你？这句话到底有多沉重？看看眼前的世界吧。早在2022年，东盟10国就已经开始在内部极力推动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试图摆脱对单一美元霸权的深度依赖。2023年，沙烏地阿拉伯破天荒地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币来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2024年，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贸易开始尝试使用非美元货币来进行结算。全世界稍有远见的国家都在心照不宣地给这个千疮百孔的美元体系寻找备胎。而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价值备份里，黄金无疑是那块最坚硬的底石。它没有发行方，没有国界，不会被一纸政令冻结，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违约。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迭，纸币变成废纸的惨剧，黄金始终是全世界唯一公认的硬通货。所以各国央行不顾一切地囤积实物黄金，其本质就是在为自己国家的货币信用买下一份最昂贵但也最可靠的保险。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这是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策略，这也是国与国之间正在做的事。能坐在那个位置上做出决策的人，拥有住最顶级的情报资讯，目光看得最深远。他们根本不关心短期的金价是涨10%还是跌10%，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基罗对未来10几年甚至20年宏观格局演变的长远战略判断。这就是整个庞大黄金市场最深不可测也是最坚固的基石。实物黄金正在被全球最强大的主权力量源源不断地从流通市场上无情抽走，而且短期之内根本不会停下来。讲完了最底层也是最真实的实物黄金逻辑，我们现在把目光往上移1寸，来聊聊一个与你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大家平时接触最多、最容易深陷其中的领域——纸面黄金市场。我做了一辈子生意，看过太多自以为聪明的人，最后都栽在了纸面富贵这4个字上。荧幕前的很多人可能直到此刻都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极其恐怖的真相。我们平时在各大交易所里狂热交易的黄金期货，在银行软体里买卖的纸黄金，在证券账户里持有的黄金 ETF， 这一切的一切本质上到底是什么？它们本质上不过是一张张印铸数字的纸面合约而已。这些虚拟的合约之所以能有一个具体的价格，之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拿铸真金白银去交易，这一切的繁华都建立在一个最核心但也最脆弱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心里坚信自己随时可以拿住手里的这份纸面合约去兑换成等量等质的实物黄金。这种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的心理预期，就是支撑起整个庞大纸面黄金定价体系的信用之锚。钱是赚不完的，但信用只有一次。当一个市场的信用之锚开始松动，账面上的繁华不过是海市蜃楼。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打一个极其通俗的市井比方。庞大的纸面黄金市场，它的运作模式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家超级银行。我们把辛苦赚来的钱存在这家银行里，是因为深信不疑，只要我需要，随时可以去柜台把钱一分不少的提出来。但残酷的现实是，这家银行的金库里根本就没有存放那么多可以兑付的现金，他早就把绝大部分钱拿去放贷、去投资了。只要不是所有的储户都在同一个时刻跑来要求取出现金，这套建立在脆弱信任基础上的系统就能够日复一日的运转下去。黄金交易所玩的也是这套把戏。市面上流通的纸面黄金合约数量远远大比交易所金库里实际存放住的真正能够用办理交割的实物黄金数量。只要大家都是为了在价格波动中赚取差价，而不是真的打算把黄金实物提回家，这套体系就可以一直完美的运转下去。交易量可以做得巨大，流动性看起来无比的好，
但是，一旦这根锚发生了断裂，一旦大家发现手里的纸换不来真金，这座空中楼阁瞬间就会摔得粉碎。这并非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我本人有著一段非常深刻的亲身观察。时间拉回到2022年，当时金融界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 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镍逼空事件。那时候市场上的镍现货整体供应其实并没有极度短缺，但致命漏洞出在交割规则上，只有符合特定牌号要求的电解镍才能作为标准交割品，而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能用 NE 交割的筹码已经被一家眼光毒辣的产业巨头死死攥在了手里，秘而不宣。那些在市场上做空的国际大机构骄傲自大，以为手里握住海量合约，随便平仓就能大赚一笔。结果当残酷的交割期来临，他们绝望地发现市场上根本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标准交割实物来履行合约。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里，伦镍的价格就像失去控制的火箭，从不到3万美元直接暴力拉升到了10万美元，涨幅超过3倍，局面彻底失控。最后逼得高高在上的交易所不得不亲自下场，直接粗暴地宣布暂停交易。他们甚至为了保住某些利益集团，临时修改了神圣的交割规则，取消了部分已经合法成交的订单。那一夜，无数顶级机构瞬间爆仓，天文数字的财富灰飞烟灭，他们连按下滑鼠止损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彻底抬出了市场。所有人都教你要敢冒险，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失去实物支撑的数字，在极端风险面前连废纸都不如。那次事件给我在晚年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它让我深刻领悟到，看似权威的纸面合约价格，在实物交割真正出现危机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是。你平时看注流动性再好，只要真到了大家都要把纸兑现成实物的那一刻，只要仓库里没有足够的真货，价格就可以毫无底线的涨到离谱。游戏规则也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改就改。现在的黄金市场底层运作逻辑和当年的伦镍市场简直一模一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发生在2020年的那场黄金交割波动，很多老投资者应该记忆犹新。当时仅仅是因为疫情导致了严格的风控措施，存放在伦敦金库里的大金条因为航班停飞无法及时运到纽约去交割。瑞士的黄金精炼厂也因为停工，无法把大金条改铸成纽约期货市场交割规格的小金条。就这么一个纯粹的物流不畅问题，竟然直接导致了 COMEX 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和伦敦黄金现货价格之间瞬间撕开了一道高达70多美元的巨大裂口。你要知道，那次事件中实物黄金总量1克都没少，仅仅是暂时无法到达交割地点，就引发了如此剧烈的震荡。如果你顺住我的逻辑往下深思，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导致交割危机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物流瘫痪，而是因为市场上真正可用 day 交割的实物黄金被各国央行这股强大的力量彻底买空，真的变少了呢？全球的央行每年都在以1000多吨的惊人速度疯狂扫货，买完立刻装船运回国，锁进金库，再也不回到国际流通市场上。这种抽血般的购买，如果持续5年、6年，你可以自己拿计算器算一算，市场上真正能够用来流通和交割的实物黄金到底会锐减多少，而用来炒作的纸面合约数量却并没有跟住减少，反而在不断膨胀。做生意，我不相信运气，我只相信逻辑。当地基已经被掏空，楼盖得越高，倒塌时的尘土就越大。在平时风平浪静，没人急住去提货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正常，那么繁华。可是金融市场从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一旦未来发生某种不可预知的地缘冲突或信用危机，引发市场恐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想把手里的纸面合约兑换成实物黄金时，
那个深不见底的食物缺口就会瞬间暴露在阳光之下。到那时，踩踏事件的惨烈程度将远超你们的想象。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现在市场上不仅食物在减少，还有一股强大而隐秘的力量，正在刻意地把那些力量单薄的普通散户无情地从纸面黄金市场里驱赶出去。他们通过不断提高门槛，让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少，导致流动性变得越来越薄。在金融市场里有一条铁律，流动性越是微薄的市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就越容易出现极端暴涨暴跌的毁灭性行情。因为缺乏足够的对手盘来缓冲，一旦出现集中的兑付需求，价格波动就会像海啸一样巨大。整个体系的脆弱性正在几何级数升高。纸面黄金的定价体系表面看似坚不可摧，但实际上一边是实物黄金持续不断地被国家主权力量强行抽走，另一边是市场的整体流动性在被刻意收缩和打压。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虚拟纸面与真实底层之间的这条裂缝绝对不可能弥合，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巨大，直到最终彻底撕裂。你们一定会问，李先生，既然你把黄金的底层逻辑说得这么硬，那前段时间国内那些大型银行突然毫无确照的大幅提高黄金交易的保证金比例，甚至极端到直接关闭了个人客户的交易管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不代表住连那些掌握住巨量资金和数据的银行也开始强烈看空黄金的走势了吗？所以他们才急急忙忙地出手，不让咱们普通人继续买了，免得大家亏钱。如果你是这么理解银行行为的，那我只能说你太善良，也太不了解资本的本性了。事实恰恰完全相反，银行祭出这些雷霆手段，其根本动机绝对不是因为他们预判了金价要跌，从而看空金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我刚才反复向你们强调的，他们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凭借住敏锐的嗅觉，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个市场即将发生那种极端波动，甚至体系性崩溃的巨大风险。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提前给自己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火墙。真正的强者从不在狂欢中随波逐流，他们只在海啸来临前默默地修筑堤坝。人性总是健忘的，但我没有忘。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极其生动的历史镜像，我相信很多在股市里摸爬滚打过的老股民对这段历史一定有著刻骨铭心的惨痛印象。让我们把时间倒流回2015年的那场 A 股超级大牛市。在那年上半年， A 股就像是吃错了药一样，一路狂飙突进，大盘指数从3000多点的起步价疯狂上涨到了令人炫目的5178点巅峰。那时候的市场情绪狂热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大街小巷茶余饭后，所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在讨论股票。无数根本不懂基本面的新手盲目的拿住生活费冲进场内，各大券商的开户系统更是每天都因为访问量过大而频频崩溃。可是请你们回忆一下，就在市场气氛达到最顶点，所有的散户都红住眼睛，坚信大盘一定会冲破6000点，甚至10000点大关的时候，那些掌握住游戏规则的券商们在背地里偷偷做些什么动作？他们并没有跟住散户一起疯狂，相反，他们在不断的一路悄悄地提高融资融券业务的保证金比例。他们把散户加杠杆的保证金门槛从最开始宽松的50%，慢慢提高到了60%，然后是80%。到了最后阶段，甚至有一些嗅觉极其灵敏的券商直接把保证金比例极端的提高到了100%以上。在当时那个狂热的氛围下，无数杀红了眼的散户在论坛上疯狂痛骂这些券商，抱怨券商见不得散户赚大钱，故意提高门槛来阻挡老百姓发财的脚步。但是后来的历史结局大家都亲身经历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股灾毫无确兆的降临，千股跌停，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那些加了极高杠杆冲进去的人，直接在 DS 间爆仓，
几十年的积蓄血本无归。而反观那些被散户痛骂的提前残忍提高了保证金门槛的券商呢，他们反而因为提前铺垫了足够厚的安全垫，没有一家出现大规模的穿仓倒闭风险，安然度过了危机。你现在回过头来客观评价一下，你能说那些券商当时提高保证金是因为他们已经神机妙算，明确看空股市要跌了吗？绝对不一定。当时很多券商庞大的自营资金盘依然还留在场内做多，但是他们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常识，市场的狂热情绪已经被推到了极度危险的边缘。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下，接下来不管是继续往上疯涨，还是突然掉头暴跌，其价格的波动幅度都绝对会大到离谱。在金融机构眼里，提高保证金从来不是为了解决市场的涨跌方向问题，而是为了防御致命的波动风险。明白了这段历史，你再来看看眼下国内银行对黄金 TD 所采取的这些看似反常的限制手段，和当年券商在股灾前夕所做的那些自保动作，在底层逻辑上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我来给你们这群还在迷茫中的朋友算一笔账。银行把黄金交易的保证金比例从原本宽松的 43%极端的大幅拉升到 14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过去你想做一手价值10万块钱的黄金合约，只需要向银行交纳43000块钱的保证金，但现在银行要求你必须先结结实实的交出14万块钱的真金白银，放在银行里做抵押。这意味着你所能使用的资金杠杆被银行直接从过去的2倍多无情打压降到了不到 0.7 倍的可怜水平。在这种倒挂的杠杆率之下，你跑去银行做纸面合约，付出的成本还不如直接去金店买现成的实物黄金来得划算。这就是银行逼退散户的阳谋。还有一些银行的做法更加决绝，直接关闭了所有个人客户的黄金交易管道。这不是提高门槛，这是直接用电焊把大门死死焊死了。银行做出如此极端放弃利润的动作，释放的真实信号根本不是我们预测金价要大跌了，其背后震耳欲聋的潜台词是，经过我们内部顶级模型测算，接下来国际金价的双向波动幅度将会大到极端恐怖，连我们银行如此庞大的资本金都无法承受客户大规模穿仓带来的损失风险。而且请你们务必高度注意银行采取行动的时间点，这才是鉴别谁是真正高手，谁在裸泳的关键。国内的各大银行从今年的1月底开始就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陆陆续续收紧了黄金交易政策。你回忆一下1月底是个什么光景？那个时候国际金价还在气势如虹的朝住550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发起猛烈冲锋，全世界的散户都在声嘶力竭地喊住要突破6000甚至8000美元。但是最精明的银行没有跟住大众一起发疯，他们在市场狂欢的最高点到来之前就已经果断拉下电闸。这个提前量比华尔街那些所谓顶级投行宣布转向下调目标价的时间早了整整3到4个月。不要去看那些穿西装的人嘴里说了什么，要去看他们的手在做什么。风控永远是保命的第一要义。银行是风险控制机构，只要风险警报亮起，哪怕外面是烈火烹油的牛市，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动手斩断风险。不需要讨好客户，更不需要连夜写报告找下台阶。但是市场上还有另一类声音最大的机构，他们的行为逻辑和银行截然不同，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华尔街投行精英们。我发现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很多普通投资者特别迷信投行的研报，觉得这些头部投行说出来的话就代表注绝对权威，只要投行喊涨就砸锅卖铁跟注买入，投行喊跌就恐慌性的夺售。我必须跟荧幕前的各位说句残酷的大实话，华尔街投行发布的那些研报永远都不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散户做行情预判用的，他们写这些东西的真正目的
仅仅是为了对已经发生的市场既定走势进行一种虚伪的事后追认而已。在未来的投资生涯中，你必须死死记住，像银行这种风控机构为了自保而做出的实际动作，真实性和优先级是最高的。而那些靠嘴皮子吃饭的投行发布的预测研报，价值和优先级是最低、最不可信的。如果你再次把这两类机构发出的动作信号搞反了，依然去迷信投行而无视银行的警告，那你绝对会再次掉进万丈深坑里。你们一定会问，李先生，您把黄金的长期底层逻辑说得如此坚如磐石，连央行都在疯狂扫货。那既然如此，为什么眼下金价还会出现如此猛烈的下跌？为什么美联储一宣布加息，黄金的价格就像是被扼住了咽喉一样，死活都涨不动了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触及到了做生意和做投资中最难熬的一关，那就是市场短期的强大压制力量与资产长期发展趋势之间产生的剧烈矛盾。首先，我是一个尊重市场客观事实的人，我绝对不否认，在极短的周期之内，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手中挥舞的那根货币政策大棒，对国际金价的短期走势有助一击必杀的决定性影响。这背后的经济学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那就是黄金它本身的一个致命弱点。黄金是一种绝对没有利息产生的静态资产，这意味着无论你持有了多少黄金，哪怕你拥有了一座金山，只要你把它放在金库里，它都不会自动为你产生哪怕1分钱的利息收入。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美元资产在当下的环境里却是截然不同的境遇。自从美联储开启了这轮史无前例的暴力加息周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如果你现在手里持有的是美元，并且用它去购买了美国的国债，那么你每年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躺住拿到超过5个点以上的所谓无风险收益。世人总喜欢追逐看得见的利息，却往往忽略了看不见的代价。真正的财富需要经受住时间的熬煮。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我再次给大家算一笔血淋淋的经济账。假设你现在手里握有100万美元的现金，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如果你选择去买美债，那么未来整整1年的时间里，你什么工作都不用干，每天喝茶睡觉，到期之后你就能稳稳地拿到5万多美元的利息回报。可是如果你出于避险心理，把这100万美元全部换成了黄金呢？残酷的现实是，你不仅拿不到1毛钱的利息，你反而还要为了存放这些黄金，额外自掏腰包去支付高昂的金库仓储费和保全公司的保险费。这一进一出之间，对资本而言，持有黄金1年的机会成本竟然高达5-6万美元，资本都是逐利的。美联储现在正在不遗余力去做的，就是利用政策工具，把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极端的拉升到极致的水平。他们就是要通过维持这种极高利率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抢夺美元的流动性。他们要用利息诱惑你，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现在持有美元资产比持有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资产都要划算得多。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手里还拿住黄金的人，只要一看到美债的收益率，心里就觉得自己亏大了，最终在心理上击溃你，让你忍不住主动把手里的实物黄金贱卖掉，转而去买入他们的美元资产。在最新的那一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内部决策层传出的声音依然强硬。19个握有投票权的委员里，竟然有高达9个人举手支持年内至少再进行一次加息操作。在这种鹰派预期的疯狂炒作下，美元指数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创下了过去13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我们把目光只局限在极短的周期内，不得不承认，美元目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霸权优势确实依然十分明显。毕竟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结算里，美元占据的份额依然高达50%以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元的霸主地位确实不是哪一个国家在3-2日之内就能轻易动摇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短期内金价会遭到无情打压的直接原因。但是，朋友们，大变局的转折点就在这里。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繁荣，背后都标注极其高昂的，最终会吞噬自身的代价，盈满则亏，这是万古不变的铁律。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为了维持这个所谓高利率、抢美元的体面场景，是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庞大，大到即将失控的边缘。这个足以压垮帝国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美债不崩盘而必须支付的骇人听闻的利息支出。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国债总规模已经膨胀到什么地步了吗？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令人窒息的35万亿美元大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以每年1-2万亿美元的恐怖速度疯狂增加。这其中存在住一个致命的数学陷阱，只要美联储把利率往上稍微调高，哪怕只有1个百分点，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就必须要从国库里额外多掏出3500亿美元来支付多出来的利息。你看看现在，联邦基金的基准利率已经高高的挂在5%以上的危险区间。你懂点数学的话，自己掐指算一算，美国政府现在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总额到底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天文数字。我告诉你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标志性数据，就在2025年，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偿还债务所支付的利息支出总额，历史性的不可逆转地超过了他们庞大的国防军事开支。利息支出竟然正式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预算里规模最大的一项单项开支，而且这绝对不是结束。这个付息的数字还像滚下雪山的巨大雪球一样，越变越大，越滚越快。为什么？因为旧的债务总会到期，一旦旧债到期，美国政府手里根本没有余钱来还本金，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偿还旧债，借新还旧。而悲剧在现在发行的新债就必须要按照当前5%以上的极高利率来承诺支付未来的利息。我用一个市井里大家都能听懂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现在的处境，这就像是一个早已破产的落魄公子哥，为了一直在外面硬撑住富豪的场面，每天都在疯狂地刷住高利贷的信用卡，请各种狐朋狗友吃喝玩乐。从表面上看，他每天出入高档餐厅，挥金如土，看起来依然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呢，他潇洒刷下的每一笔钱都在背地里产生筑极其恐怖的复利利息。他凭借住往日的信誉，眼下可能还能勉强撑得住，过段时间可能咬咬牙也还能撑得住。但是那份沉甸甸的账单是永远都不会凭空消失的，利息只会在暗处越滚越多。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当利息的总额超过了他借新钱的能力极限时，这座债务的大山就会瞬间将他彻底压垮，他一定会撑不住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注定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极高利率政策是绝对不可能长久永远的维持下去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有那么一个必然到来的时刻，美国政府会因为彻底扛不住这令人窒息的利息支付压力而被迫向现实低头，被迫宣布开启降息周期。而就在美联储被迫降息的那一瞬间，整个金融市场的格局将被彻底重写。所有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被极高的利率死死压制住、被严重低估的核心资产，都会迎来一场报复性的火山爆发般的绝地大反弹。而在这所有的资产里面，黄金恰恰就是那个被高息的重锤按压的最深、压迫的最狠的那根超级弹簧。更让人拍案叫绝，觉得充满了哲学意味的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完美闭环循环。你看，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被迫选择了维持高利率来疯狂打压黄金的价格，但是这个高利率的毒药却反过来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国债那本就已经难以承受的付息压力。
这实际上是在疯狂地透支美元在未来几十年的长期国家信用。而美元的底层信用一旦受到全球的质疑和动摇，各国央行出打抑国家安全的本能，就越是会像发疯一样去囤积实物黄金，以此来对冲美元崩盘的风险。各国央行囤积的黄金数量越多，国际流通市场上的实物黄金被抽离的速度就越快越彻底。实物被抽走的越前进，那些建立在沙滩上的纸面黄金体系，其底层基础就变得越发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这种脆弱性积累到极点，在未来一旦因为降息或者突发事件触发了这根被极度压缩的弹簧的反弹，那种瞬间爆发出来的力度和破坏性将是极其惊人的。你向下压的力度越是狠毒，未来它向上反弹的高度就一定越是惊人。这既是物理的定律，也是人性的反噬。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大白话来总结这个复杂的宏观博弈，那就是美元现在越是用力的打压黄金，就越是在为黄金未来的史诗级大反弹暗中积蓄注狂暴的能量。你看到国内的那些大型银行毫不留情地把黄金交易的保证金门槛从43%暴力拉升到了140%，甚至为了避险，钱粹直接拔掉了个人交易管道的网线。你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5大顶级投行开始集体上演变脸的戏码，齐刷刷地下调黄金的未来目标价。他们从之前的全面狂热唱多，瞬间变成了集体改口看空。你亲眼目睹驻盘面上的金价从5500美元的历史绝顶高位残酷地回撤了超过20%以上的幅度。你感受到整个市场的情绪已经从几个月前的极度狂热180度大转弯，陷入了极度的悲观与恐惧之中。无论走到哪里，所有人都在惴惴不安地互相询问，黄金是不是彻底完了？我们是不是该跑了？我们来做最后的复盘总结。在凡夫俗子的眼中，你看到的是银行采取了极端的限制措施，你以为银行是在强烈看空黄金，但拥有了顶级认知的你，现在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实际上银行根本就不在乎黄金的涨跌，他们仅仅只是在进行冷酷无情的防风险操作而已。因为他们内部的高级模型已经测算出接下来市场的波动将会大得惊人，他们绝不想让自己被卷入这场可能导致破产的绞肉机里。在被蒙蔽的散户眼中，你看到的是权威的华尔街投行在四处唱衰黄金，但现在你已经看透了他们虚伪的本质。实际上，这些投行只不过是在玩一场卑劣的事后追认的文字游戏罢了。他们在市场真正下跌之前根本就没有勇气，也不敢冒住得罪大客户、丢掉丰厚佣金的风险去提前改口提示风险。他们只是在看住散户亏钱后顺势踩上一脚，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在惊慌失措的短线客眼中，你看到的是 K 线图上的金价正在无情地持续下跌。但现在你站在了宏观的巅峰，你清楚地知道，实际上那跌下去的仅仅只不过是在极高利率的极端压制下，纸面虚拟价格所产生的一种正常的必然的回调现象而已。而就在这表面的跌跌不休之下，真正决定这个世界财富底色的那些最核心的底层实物黄金，正在被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力的终极玩家各国央行一点一滴的毫不手软的全部搬回了他们自己的金库里，永久封存。这是一个何等壮观而又残酷的金融众生相。这个市场上最谨慎、最懂风险的机构银行，正在拼命地收缩阵线，驱赶散户，为求自保。这个市场上最有权力、目光最深远的机构央行，正在趁住价格的回调，不计成本地在市场上疯狂囤积真实的货物。而这个世界上目前最为强势、最霸道的货币美元，正在以透支未来国运为代价，每天疯狂地烧铸支付不起的利息，仅仅是为了死死撑住最后的体面场景。所有的这些大玩家，这些主导世界命运的巨头，他们虽然表面上的动作各异，但实际上
他们所有人都在为了接下来历史上某个必然会爆发的极端时刻，在做最最深沉、最万全的准备。唯独只有那群数量最庞大、资讯最闭塞、认知最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散户，他们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每天死死盯住手机荧幕上那几块钱的蝇头小利涨跌，在各种社交群里面红耳赤地争论住，现在到底是牛市的技术性回调，还是熊市的彻底深渊？财富的流转从来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一场残酷的认知收割。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钱，就算凭运气赚到了，也会凭实力亏掉。在过去几十年的商海浮沉中，我经常对身边的年轻后辈说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一生的经验总结。我说，在尔虞我诈的金融市场里，凡是你这个普通人能够轻易看到的资讯、新闻，那绝对都是别人经过精心策划、刻意想让你看到的东西。真正能够决定你生死存亡、决定财富命运的重要信号，从来永远都不可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财经新闻的头条。那些掌握铸屠刀的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地敲铸锣打铸鼓来告诉你，我要开始收割了，你快跑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到底想做哪一类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你有多少存款，也不取决你的运气好坏，它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你到底愿意努力拔高自己的认知，去努力看懂哪一个层级的深层次资讯？我还记得60、70年代的香港，那时局势动荡，地产崩盘，无数人让售物业逃离。那时的我也面临选择，我买入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算过了底层的账。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根基还在，在所有人恐慌的时候，我保持了安静。财富就是在那个没有人看好的寂静时刻，完成了最深刻的转移。黄金市场的这一轮波澜壮阔的历史级大行情，距离真正宣告结束的时候还差得极其遥远。无论你眼前看到的发生了什么样惊心动魄的事件，不管是银行在强行去散户的杠杆，还是华尔街投行在那里见风使舵的改口唱衰，亦或是美联储用极高的利率在进行强烈的压制，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放在人类货币更迭的100年大周期里来看，都仅仅只不过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这场全球财富体系真正的大变局，那场足以颠覆所有人阶层的终极海啸还在后面，还在酝酿。风浪越大，鱼越贵，但能活住把鱼带回岸上的人，靠的不是渔网，而是心里的那根定海神针